生存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已经实现了食物自由。我们通过潜水和制作工具获取到了各种各样的海鲜，可惜陆地上的收获却一塌糊涂。带着这些遗憾，我们决定去下个岛完成，在把岛上恢复到原来的样貌，并消耗完储存的食物后，我们便开始了新的旅途。这次我们将前往巴布亚塞莱海的一座神秘小岛。从地图上看，这里的岛远离城市和城镇，没有原住居民，也没有游客，透露着许多神秘，所以我断定这里的海资源要比我们以往挑战的荒岛都要好。带着这些期待，我和大头经历了3次转机和12个小时的轮渡，才到达了一个海边小镇。从这里，我们还需要驾车走一段漫长的山路，目的地是一个海边村庄。从这里去岛上是最方便的。可算是到了啊！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村子坐船出发去岛上啊。但是在去岛上之前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，比如认识一些动植物和学习一下如何狩猎。每次前往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都会在上岛之前了解一下当地可以食用的动植物都有什么。据当地村民讲述，这一带野猪非常多，甚至在一些很偏远的岛上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为了让我更直观的了解，当地村民还带我去看了看他狩猎的方法和结果。兄弟们，这个里面有一头野猪啊，已经被这个大哥的陷阱套了1天了，他一直不敢去取啊，因为太凶了。我们去看一看。哇塞，看到没？直接就攻击过来了啊！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害怕啊，一定要克服恐惧，才能征服。兄弟们，终于要吃上野猪肉了，只不过这次不是在岛上，而是在岛下。今天晚上我们吃饱喝足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就上岛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带好装备开始出发了。从村里出海，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荒岛，在这里，不管是海边还是岛上，都保持着最原始的样貌，一眼望去看不到任何人烟。我和船长说了要求，他推荐了一个岛，大概要行驶2个小时。据船长讲述，这个岛的面积非常大，周围遍布着清澈的海水，几乎没有村民过来捕鱼，所以海里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。通过无人机观察，确实如此。这个岛面积巨大，有着茂密的原始丛林和红树林，可能生活着各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动植物。岛周围的海水非常清澈，有多条深浅交接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里应该活跃着很多大鱼，而且这个岛并不孤单，周围也依附了很多小岛。我看了看，这周围有很多岛啊，每个岛都非常的原始啊，所以我计划这次拍摄周期为60天。这60天呢，我们将呈现一系列的精彩内容啊。这个岛就是我们的第1站，开始吧。刚刚上岛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新发现，2个被遗弃的建筑出现在了眼前，周围杂草丛生，看样子已经被荒废了很多年。这个岛以前好像有人啊想在上面居住啊，所以才建了这个房子啊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建到一半就被遗弃了，可能是这个岛太偏僻了吧。来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生存工具。还是老样呢，我们有一包拍摄装备啊，里面是充电宝、电池以及灯、手电和相机。还有一包呢，就是生存工具，有锅、绳子、刀子、锯子之类的，还有潜水镜。上次在佛罗雷斯群岛生存的时候，那把鱼枪非常好用啊，所以这次在上岛之前，我们又制作了一把。和上次一样，我们都是纯手工打造的，只不过这次换了更粗的钢筋和更有力的皮筋啊。这个要在岛上打造的话，寻找材料非常的困难，所以我们干脆啊就在岛下完成了。过去在岛上潜水的时候啊，我经常被珊瑚刮伤，而且还会冻得瑟瑟发抖，所以我为了安全考虑啊，额外带了一个潜水服。还有就是应粉丝的要求啊，我们还带了盐巴和调料，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携带食物和淡水。我相信啊，有了这些工具的加成啊，姐姐她们并不是什么难题，而且呢，我们还可能在岛上生活得很好。对。行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食物还有庇护所。一般来说啊，解决淡水是最困难的，但这个岛啊，降雨量非常的足，所以说寻找到淡水啊，还是相对容易的。看到没？这里就有一片雨水堆积的沼泽啊，而且我刚刚还听到那边有青蛙叫。这个水啊，看起来还是挺清澈的啊，但直接饮用肯定不安全。后面需要的话，我们打一些，烧开了以后再喝。哇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哇，淡水乌龟，请看，请看！哇塞，刚过来就加餐了啊，个头还不小呢。兄弟们，这个在这边是不受保护的啊，收了收了。好嘞。我们才刚开始探索这个岛啊，就有了这么好的收获。那我们要深入探索的话，是不是有更重大的发现呢？走，大头，跟上来。好嘞。前面有个亭子啊，哇，这估计是一个瞭望塔啊，咱们爬上去看看。从这个上面观望啊，视野开阔了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大片沼泽，还有原始丛林。哇塞，这个瞭望塔下面有好多钟乳草啊！大头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这里有好几棵啊。这个钟乳草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啊，它的花朵就像一个蓄水池，里面还储存了很多液体。秦哥，这里面好像是淡水，能喝吗？哎，不能喝，
它这个液体是有毒的，主要成分是硝化镁和一些粘性物质啊，专门用来消化小虫子的。如果你要想刚上岛就回家，那你就喝吧。啊，那我不喝了。除了在沼泽里得到淡水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前往丛林获取。这里的丛林里生长着一种可以喝水的藤蔓，砍断它后可以流出大量干净且可以饮用的淡水。这水分真足啊！哇塞，兄弟们，这里有个好粗的啊，估计存着不少淡水啊！咱们给它砍开看看。你们看，只砍掉一节，它是不会出水的，需要把它两头都给砍断。看到没，出水了。这个水流不是很大呀，但它流的时间非常长啊，我都快喝饱了。这个岛上时不时就会降雨，而且还生长了很多椰子。淡水方面，我们是不用上愁了，食物暂时有了乌龟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庇护所的问题。还是老样子，在这种降雨量非常足的海岛上生存，我喜欢把庇护所建在树上，一方面是可以防潮，另一方面是可以远离陆地上那些可怕的虫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住在树上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。这次我的要求是，它不光要有睡觉的地方，还需要有一个供我们休息的凉亭。工程量非常大，无论如何今天也无法完成。我和摄影师还有大头忙活到了天黑，也只弄出来了一个楼梯和一点点框架。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，只能做出来一个楼梯和一点点框架了，剩下的明天再说吧。大头啊，去给我拿装备，我想去夜前找点食物。啊，咱不是有个乌龟吗？够你吃吗？哦，也是。来，秦哥。你在岸上别闲着啊，去摘点椰子。行嘞。哎，别把乌龟偷吃了啊。哦。今天夜潜，我本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看看这个岛的资源到底丰不丰富，结果真让我喜出望外。我和摄影师刚刚游到了深浅交接处，就发现了一只龙虾，但这只龙虾处在的位置并不好抓，我伸手进去掏了好久才把它抠出来。海底生活的物种基本上和我在佛罗雷斯群岛看到的一样，但物种丰富的程度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说，接着看你就知道了。到了晚上，很多鱼儿都会变得非常温顺，几乎都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睡觉，只有你的眼睛足够敏锐，总能发现它们的踪迹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比较傻的，就躲在表面。今天下来，我发现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鹰嘴青蚁，几乎每游一会儿就会发现一条，甚至有的珊瑚礁里躲着很多条。最开始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小的，并没有进行打扰。游着游着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大一点的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命中，大概2-3斤左右。本以为是今天的高光时刻，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在插到这条鱼后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龙虾。当我尝试去抓它的时候，它反应非常快，一下就跑进了珊瑚洞里。巧的是，当我尝试去看看这只龙虾还能不能抓回来时，居然又看到了条很大的青蚁。在收获了这条被龙虾殃及的大青蚁后，我又插到了好多条，而且一条比一条大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插到了很多条大青蚁，实在太多了，多到你刚插完一条，就会立马发现另一条。看到了没？直接比我的头都大了。这么好的资源下，我今天很轻松就做到了收获破风，大概一共收获了10来条。我就不想再继续潜水了，因为其中2条非常大，感觉有5-6斤，甚至更重，这完全够吃了。这么多鱼货肯定一次吃不完，所以说我们就用带来的盐巴把它风干成鱼干吧。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啊，上岛第一天居然有了鱼货存储啊，还真的是历史头一次。秦哥，这些都处理好了，有乌龟、龙虾、石斑，还有一条大青蚁，全部都是按照你说的弄的。不错，咱们开始做饭。好嘞。来，大头，给你快的喝完，可以开吃了。好嘞。不够了接着涮，今天肉多着呢。不知道多久没有在岛上吃火锅了。太香了。这味道啊，丝毫不亚于火锅店儿。
这也太难教了吧？可能是时间太短了，再等会儿就行了。嗯。哎，秦哥，你怎么今天一下查这么多鱼啊？还用说吗？资源丰富呗。我们历史上去了那么多岛，这个能排到第1位。以后啊，你不用担心没有鱼吃了。那太好了。就是陆地上的资源啊，还有待验证。我问了村民了，这个岛的陆地资源也不错，有野猪，还有鳄鱼了。另外几个小岛还有巨型椰子蟹。这个要有待验证的，不要总是听他们说。这鬼天气，怎么下起雨来了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小雨，我相信他们说的。明天先验证一下野猪，昨天那个是真好吃啊。行，我也想吃了。还有啊，有空也验证一下那个椰子蟹，也好久没吃了。你怎么眼里光想着吃啊？咱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树屋，有所解决了，猪的才安全。万一这个岛的陆地上有很多未知生物呢？那样我们不就惨了？啊，今天晚上估计睡不着了。